好，歡迎收看現在的討論焦點。我們現在把局勢來看到東亞，日本跟中國大陸現在這個矛盾呢還在持續，兩國之間航班已經取消達到40%了。那麼中國接下來的殺手鐧會拿出連美國都招架不住的稀土王牌來限制日本嗎？我們來看個數據啊。中國海關呢有統計，在11月大陸的稀土磁鐵的出口量是成長13%的，已經接近7000萬噸的水準。但是對日本的出口呢，還大幅增加哦，高達305噸，這比10月又增加了35%，所以貨是繼續賣的。而且11月7號，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拋出了“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樣的說法，然後引發了中國大陸非常大的反彈之後呢，我們看到這個中國限制了旅遊，限制了水產，但是重要的稀土還是繼續賣。那日本這邊啊，他也知道這個稀土是未來的方向，也不能受限於人啊，所以他們近期也宣布要開採在這個深海的一個稀土，甚至跟中亞國家來合作。那目前中國對日本的稀土供應策略呢，是養套殺嗎？還是說，雖然高市早苗說了一些讓習主席不是很開心的話，但是還沒有到要打稀土這張牌來制裁的程度？想先問一下賴老師你的看法。稀土是這樣子哈，因為你開採稀土提煉，最後你還是要來賣的嘛，不然你就沒有必要去開採去提煉它嘛啊，因為開採要成本，需要錢，提煉它會需要成本，會需要錢，而且呢，它還需要很多的技術，需要很多的設備，你最終還是要把它賣掉來賺錢，你才能夠繼續讓它生生不息、永續經營。但是問題是，如果有一些國家，它對於你做一些科技上的限制跟禁止的時候，你當然也要拿出一些東西來反制。那你就看說哪一些東西它沒有，剛好稀土就是你這些美國等相關的國家它所沒有的，或是缺少的，那當然就可以用這個來控制、限制它。其他的國家一樣可以供應。但是問題就在於，美國也都知道，日本也知道，日本10幾年前的時候，它就被這個中國大陸禁止限制過稀土，因為他當時也要用半導體來遏制中國的发展。那中国大陸就說好了，你半導體原料那限制我，那我稀土我就不給你了。那也造成了日本當時產業界的一陣恐慌。10年前日本就已經說要去挖這個深水的泥土了，10年前已經投資了，搞了10年了。那為什麼沒有成功？非但沒有減少依賴，反而更加深依賴。這原因很簡單，南寮島或者是最早他們說在沖之鳥礁那邊有發現有稀土，可是問題在深水海域中，你的開採起來的時候，你開採的設備，你開採的數量，還有你的整個成本，到最後你在提煉它的時候，那問題就來自於精加工，你還是沒有這個能力。那你要具備有精加工的能力，就是精煉的能力了。你基本上你還是需要有學校，要有大學的教授，有研究生，有這些科系的學生來幫助你，然後你還要再做設備，所以這些都需要很多的錢，需要很長的力量的投資。那問題就在於，當你在做的時候，中國大陸已經是非常有效率的了，非常有效率，而且本身是非常好的稀土礦，因為大陸都是在最好的稀土礦這邊來去開採稀土，所以它的提煉。它的開採提煉到這個最後做成精煉的時候，它已經是一條龍的一種方式，所以它成本已經可以控制到非常好的一個程度。那你日本，你的成本呢？你的成本很高，你的成本很高，你的價格就非常的高。你價格很高，我們的問題就來了。第一個，你是國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是國營企業，可以政府來貼錢。對。可是如果你是民營企業呢？那問題就在於，為什麼我們會說美國跟歐洲跟日本，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你做得出來，因為你一定是民營企業。為什麼？美國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國營企業，它一定是民營企業。好，那你民營企業，如果你用政府的補貼，我可以告你，可以到 WTO 告你。也就是說，補貼的企業它要受制裁的，補貼的國家它要受制裁的，所以我就有個籌碼來去制裁你了。所以補貼本身會被制裁。第二個就是你開採出來以後，你的數量自己國內能不能滿足你的這個經濟效益？是。那你國內的數量不夠，因為中國大陸是賣到全世界。那我如果美國或者我日本，我自己開採出來，我只賣到我自己的國內，那這個市場太小，它要賣到海外去。可是問題是你賣到海外去沒有這個競爭力，那你賣國內，
你的企業它的價格這麼的高，那我國內的買家，我可以從中國大陸買便宜的，我為什麼要買你貴的？那我如果目前美國他們的主張是說，那我就做一個最低價位的定價，說你不能夠買於最低價位。可是我如果是買家，我為什麼要聽政府的？我為什麼要買貴的稀土？我不買中國大陸便宜又好的稀土？所以這個部分裡面，你是不是政府又要補貼它？一補貼可不可以告？可以告。然後如果你禁止中國大陸的稀土進來，那基本上來講還是可以再告你。為什麼？歧視性的貿易行為。所以你會發現到最後，為什麼美國早就知道它缺稀土，澳大利亞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做不起来，都做不起來，就是因為它有我講的這些限制，所以它永遠做不起來。日本也別想，我個人是認為大陸現在的態度就是說，看你日本囂張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使出殺手鐧，那就是你日本啊，因為要用就要用到最大的力道，所以我個人認為大陸現在事實上是在慢慢的養到可以的時候就用出来，就直接出牌了。好，那麼日本還有另外一個引爆的點，就是這個永和論哦，因為高市首相以俄烏戰爭為例呢，他積極推動這個安保3文件的修改計劃，就是希望讓無核三這個原則裡頭要刪除其中不引進核武器的規定啊。這麼一來會有哪一些變化呢？就是日本可以在國內部署美軍的戰術核武器，還有核武潛艦等等了。那這樣子的軍事假想敵是誰？相信就不言而喻嘛，一定是劍指中國大陸了嘛。對此，那中的外交部發言人林健，他當然就要出面來批評啊，說日本這樣是破壞區域和平，然後中方是要堅決防止日本的軍國主義啊，叫死灰復燃。不讓你做這個核武，你還要想去改原則，這當然是不可以的問題。好，現在高市首相想改這個安保3文件，問題是這有這麼容易嗎？而且背後的老大美國他會允許嗎？將軍，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安保3文件哈。那個我們這個請這個導播 Fox 在這個我們這上面的安保3文件，我跟各位解釋一下，你就了解說這一個國家安全怎麼回事。第一個，我們看到是国家安全保障戰略，一個國家的安全不是只有靠國防軍事，它包括地緣戰略包括你的軍工產業，甚至於包括到你的國家的一個經濟實力，最後還有國民的心理，整個都已經包括在裡面。那我們講這個日本這個國家地緣來講的話，你看到它國土非常的狹長，是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戰略縱深可言，而且它周邊所面臨的都是大國都是國土纵深很大的國家，包括到俄羅斯，包括到中國。所以在日本这種地缘戰略上面，而且中俄兩國都是核子大國，你貿然發展核子武器來講的話，試問一下，以你日本這種這個國家的國土沒有戰略縱深狀況下，如果說一枚核彈就足以將你所以南北完全切斷，那當然民眾的心理你也要考慮到，民眾心理到底願不願意這個恢復日本的軍國主義，尤其是說日本這本身這個經過20次世界大戰被轟過2顆原子彈，很多的民眾記憶還猶新了然後他們願不願意要用發展核武來嚇阻自己國家被核武打擊，這是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第二個，我們講到是國家防衛戰略。國家安全防衛戰略是支持國家安全戰略，但是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卻是指導國家防衛戰略。簡單的講，就是國家的國防政策要採取什麼樣國防政策？你到底要採取攻勢的國防政策，還是要採取守勢的國防政策，還是要採取恢復你日本自己本身以前的自衛隊的和平憲法的憲章，還是要恢復成一個軍國主義，恢復所謂他們自己所謂的一個正常國家，建立一個正常軍事武力？那依據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我認為說是就日本來講的話，你當初因為有的這個和平憲章，採取只有一個自衛國家的能力來講的話，不採取軍國主義的政策，所以才能夠確保你2次世界戰後80年的和平沒有經過戰亂，而且你可以將國家很多的這個原來用在軍隊的資源來講發展到你的經濟上面，其實對你國家來講是反而有利的。那最後一個，我們看到防衛力整備，也就是依據你的防衛戰略，如果說是你攻勢的戰略來講的話，當然你就要買攻勢的武器，包括你是不是要買核子武器，或者是說這個核子攻擊潛艦，
啊，或者是長程的攻擊導彈，那你如果說是恢復你自己軍國這個和平憲章來講的話，當然你的武器只是限縮在你自己自衛能力的武器就可以。那大家去評估一下，如果說是你純粹只是自保，當然你的費用會比較低。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國或者是俄羅斯哈这幾個核武大國，他們來講，他們是不會用核子武器攻擊你的，因為這幾個擁核國家來講的話，他們都有一個說法，都有一個限制使用核武的條約，就是說我不會用我的核子武器去攻擊這個沒有核武的國家。是。那如果說你日本不發展核武來講的話，當然這幾個國家不會用核子武器去攻擊你。那我覺得日本自己最好要評估一下你的地緣戰略，你就在這個地方，你搬不走，你國土是這麼狹小，那你承受不起一次的核子武器攻擊。我想說，2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福島的核災變也已經證明了，你承受不了核子武器的攻擊，那你為什麼還要硬要往核武方向去走，硬要往軍國方向去走？我覺得美國應該看得很清楚。那美國我這個高市早苗，我建議你趕快及時回頭，因為你的國家承受不了這個所謂的核子的1次5次攻擊，對你來講的話，會將你會遭受到滅國之災。了解。好，根據美國五角大廈有一個最新的軍力報告，現在產成了中共解放軍已經具備對美國本土這樣直接長程打擊的安全威脅能力了。那麼尤其是中共解放軍的核武庫存是突破1000枚的，並指出呢，中國目前的軍事焦點毫無疑問是放在了第一島鏈，而且隨着北京持續的变得強大，解放軍的成長要打造可以在全球投射能力的軍隊這其實跟這個北京一直宣稱要在2049年構建完成世界一流軍隊的雄心這個時間軸其實是相符的。好，解放軍如果真的像報告中說的那麼強的話，那美國第一島鏈的盟友，剛才提到的日本、韓國、菲律賓還有台灣這些島鏈的棋子，又該來怎麼解讀這份報告背後意味着美中現在的關係，還有軍事兩國的一些化學反應，是在替美軍的全球防衛重心我們要轉移了？因為我們現在第一島鏈可能沒得玩了，我們要退走到第二島鏈，先打一個預防針嗎？還是說是五角大廈對這個中共解放軍在虛假的恭維然後實質呢是針對性的一個話術？委員怎麼看？既有恭維，也有實質的評估。這份報告有幾個很重要的功用第一個，反映出現實，大陸現在正在增加它的核子武器的數目。有人說它現在只有500枚，有人說它有上千枚。對，這個我們不知道它幾枚。不過合理的來講的話，中國大陸至少應該有1500枚戰略核子彈，500枚戰術核子彈，這個符合它國家的體量。因為你美國有多少？有5000顆啊。當然，美國的戰術核子彈比較少，聽說只在100顆。可是俄羅斯呢，有6000多顆，有1000多顆戰術核子武器那中國拿個2000多顆並不為過。當然，比較晚奏的核子武器的技術會比較成熟。是。但不管如何，中國有這麼多的核子武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它又是2次大戰的勝利國，又是五常連那個英國、那個法國都有幾百顆了那中國如果像過去一樣那麼保守，也是100-200顆，我是覺得不符合它的國防的需要。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這份報告呢，那麼把這個中國大陸的能量也誇大了一點，目的何在？就是要跟美國國會要預算嘛。你如果不把解放軍形容得很強，而且說你看看2049年所以你要多給我預算了，所以這基本上是維護他軍事預算不被美國國會給刪減的一個很好的方法然後第3點他除了說要國防預算以外，更重要的是什麼？他要武裝日本跟台灣。他講說我第一島鏈不夠啦，所以就用這個理由給日本跟台灣升級武裝準備的一個理由。因為什麼叫第一島鏈？那個韓國是第一島鏈嘛？韓國自己還不認為韓國說我只關心北韓，其他一概不關心不關心中國大陸。那誰關心中國大陸的軍事成長？就是日本、台灣那菲律賓他有關係沒關係都沒什麼差別反正就是你美國給什麼我要什麼，沒有什麼我就算了，對不對？那你說中國大陸會跟菲律賓起武裝衝突，也不切實際，因為菲律賓不經打，中國大陸也沒興趣。
那真的比較有問題的就是日本跟台灣。日本跟台灣的話，就剛才這個麗將軍就有提到了哈，這個日本的這些再武裝啊，它是一個美國的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進啊，有時候停一下，有時候擴展一下。那我個人判斷，以像美國這樣的氣氛呢，他不想完全負起第一島鏈的責任、防衛的這個成本，但是也不想完全退出。你說他完全退出也不太像啊，他會去積極的去供應台灣跟日本自己花錢買武器，對中國大陸的沿海的一些城市構成某種程度的威脅啊。用這種威脅的力量，他們認為這樣可以嚇阻中國大陸解放軍把力量投射到東太平洋。他基本上打的是這樣一個算盤，所以他把這個解放軍描述說他有全球投射的力量。我跟各位講，不可能。為什麼不可能？因為解放軍沒那麼多基地啊。全球投射力量是要很多基地才行啊。不要以為飛機啊可以不停的飛就能夠打仗，這是另外一回事情。航空母艦不需要停靠就能夠長期作戰，不切實際。那除非說，這個中國大陸能夠在印度洋啊，在大西洋啊，能夠找到很多的軍事基地，要不然的話，說中國大陸會把武力投射到全球跟美國爭霸，這個是美國人用來怎麼要預算用的了哈。但是台灣跟日本就要特別注意啊，因為日本修改什麼安保3文件啊，那麼再次擁有核子武器啊，我個人判斷是在美國的這種戰略思考上，這是不可避免的。那台灣的軍事經費要常年維持個5% GDP 以上，也是無法避免的，因為這兩個都是美國的附屬國，一個比較大的位階比較高的附屬國，一個位階比較低的附屬政權。好。那就看解放軍怎麼去應對啦。好，稍後回來呢，我們還要再把話題轉到俄烏戰場，來看看現在烏克蘭最新提出的這一個自由經濟區啊，有沒有辦法實施？以及這個烏克蘭如果真的辦了選舉的話，澤倫斯基面對這個扎盧日尼，他有連任的可能性嗎？我們待會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